你敢信吗？中国造的两轮机车，如今竟让老外们抢破了头。美国砸下10亿，日本更是狂甩40亿订单，把中国工厂的流水线都干冒烟了，还供不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谁能想到，以前在海外市场靠低价走量，被贴上低端廉价标签的国产两轮车，如今能彻底翻身。5月17日至21日，哈尔滨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吸引了46个国家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高新技术管理更是人头攒动，全是来看新鲜科技产品的观众。而聚智合众科技带来的全球首款无辐式氢能两轮车一亮相就成了焦点，不仅展台周围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海外客商更是追着工作人员问参数、谈合作，热情高的挡不住。这款车不是普通电动车，它分摩托版和自行车版2个版本。摩托版出口美国定价1万美元，约合7.2万人民币，自行车版也要5000美元，价格确实不便宜，属于高端定位。但海外消费者根本不介意，美国、日本的客户抢着砸订单，美国直接敲定20亿意向订单，把工厂的流水线都干冒烟了。那它为什么能让老外这么疯狂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它精准解决了传统锂电两轮车的所有痛点。现在市面上的锂电两轮车充电慢、续航短，而且在冬天续航更是直接腰斩，跑不了多远就得充电。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短途出行，都让人很头疼。而这款氢能两轮车直接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传统电动车快充至少要1小时，慢充得8小时，遇到急事特别耽误事。而这款氢能两轮车有2种不能模式，一是快速换罐，3分钟左右就能换好固态储氢罐，跟给汽车加油一样快，换完就能走。2是厂家会赠送家用制氢机，再加10到20分钟就能充满氢罐，比电动车充电快太多了。此外，它的续航和动力性能更是碾压同级产品，摩托版满贯的续航稳定达到了300公里，日常通勤1周不用不能，跨程短途出行也完全够用，最高时速它能跑到160公里。动力堪比大排量摩托车，骑行体验特别好。自行车版则主打高端轻量化出行，延续无辐设计，骑行轻松，满足高端代步需求。更关键的是，氢燃料电池不受低温影响，零下30度的环境下续航几乎不打折。这对冬季寒冷的欧美、日本市场来说，吸引力直接拉满，彻底解决了锂电车型的低温续航难题。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外观设计也很颠覆传统，它彻底抛弃了沿用几千年的传统辐条轮和中心轴传动结构，采用全碳纤维无辐空心轮毂，搭配专属轮边驱动方案。这种设计不仅让车身更轻，颜值拉满，还能降低车身重心，抗侧风、抗颠簸能力大幅增强，高速行驶和弯道骑行的稳定性远超同级车型，能适配海外城市道路、郊区路况等多种场景，兼顾颜值和实用性，也难怪能打动追求个性和品质的海外消费者。有一说一，以前国产两轮车出口全靠低价走量，在原创设计、核心动力技术上一直受制于人，只能抢占中低端市场，很难进入全球高端供应链体系。海外消费者也对中国两轮车有低端、廉价的刻板印象。而这次聚智合众的氢能两轮车，实现了无辐结构、氢能动力、固态储氢全套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彻底打破了海外品牌的技术壁垒。1万美元的高价还能爆单，足以证明中国两轮车不再靠低价取胜，而是靠硬核技术赢得高端市场的认可，标志着中国在高端民用新能源两轮设备领域正式掌握了行业话语权。估计现在企业最头疼的不是卖不出去，而是产能跟不上订单需求。当然，这款车也不是完美无缺，目前制氢、储氢成本还比较高，1万美元的售价注定只能面向海外高端市场。想要走进普通百姓家，还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成功打开了氢能两轮车出海的新赛道，也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正在一步步走向全球高端舞台。曾经，海外市场觉得中国造的两轮车只能靠低价生存，如今中国用硬核技术证明，中国也能做出高端、智能、环保的好产品。
让老外心甘情愿掏高价买单。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成本逐步下降，相信国产氢能两轮车还能在全球市场创造更多惊喜。很多人好奇，造出这款无浮式氢能两轮车的聚智合众科技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说出来可能有点意外，它不是什么老牌巨头，而是一家起步不算久、规模不大的小企业。北京聚智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算下来至今也就13年时间。公司注册资本500万，放在制造业里只能算小微企业。更让人意外的是，2024年公司参保人数只有6人，员工总数也不到50人，典型的小团队干大事配置。但别看现在公司名气不小，早年发展其实挺低调，甚至有点不按常理出牌。2013年公司刚成立时，国内新能源两轮车市场还在疯狂卷低价锂电车型，大家拼的是谁更便宜，谁产能更大。聚智合众没跟着凑热闹去打价格战，反而把目光放得很远，盯上了当时还很冷门的氢能领域。2015年，公司做了一个关键决定，跑到美国洛杉矶成立设计研发工作室。那时候，国内氢能技术几乎空白，美国在新能源交通工具设计和动力系统研发上有不少可借鉴的经验。团队在洛杉矶一待就是3年，整天琢磨交通工具概念设计、动力系统和能量系统研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做出不一样的两轮车。常务副总裁许建涛本身就是两轮车发烧友，大学时就自己设计组装全地形两轮车，团队里不少人都是技术狂人，对炫酷高性能的出行工具有着执念。当时迪士尼电影里的光轮摩托还成了他们设计无浮两轮车的灵感来源之一。2018年是公司的转折点，一方面，国内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出台，行业开始规范化，低端低价竞争的路子越来越难走；另一方面，国内氢能产业慢慢起步，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聚智合众创始团队果断回国，在北京组建核心技术研发团队，正式主攻氢电混合动力系统研发，决心把在美国积累的技术和设计理念落地中国。刚回国那几年，日子其实不好过，氢能技术研发烧钱快，公司规模小，资金有限，早期融资很难，只能靠着团队自掏腰包和少量天使投资撑着，市场也不买账。当时国内消费者对氢能很陌生，觉得氢能源不安全，成本太高，没人愿意为氢能两轮车买单。聚智合众只能沉下心搞研发，一头扎进氢燃料电池、固态储氢、无浮结构设计这些核心技术里，一做就是好几年。而团队的轴劲在研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拿无浮式车轮来说，传统浮条轮用了上千年，结构简单，成本低，没人愿意费劲去改。但聚智合众觉得浮条轮不仅颜值普通，高速行驶时稳定性差，抗侧风能力弱，不符合高端出行需求。团队花了好几年时间，反复测试碳纤维材料，调整轮边驱动结构，终于搞出全碳纤维无浮空心轮毂，彻底抛弃传统浮条和中心轴传动。这块轮毂不仅轻量化、高强度，还能降低车身重心，让车辆高速和弯道行驶更稳定，外观科技感直接拉满。更关键的氢能动力系统，他们也啃下了硬骨头。市面上早期氢能产品多用高压储氢，不仅成本高，还存在泄漏、爆炸风险。聚智合众自研第5代氢燃料电池系统，搭配常温常压固态储氢技术，从根源上解决安全隐患，还通过了多国严苛安全认证。技术慢慢成熟后，公司开始对接市场，但初期国内依旧没起色。2024年底到2025年初，聚智合众的氢能两轮车小范围亮相，国内网友大多觉得太贵了，不实用，没人看好。没想到海外市场反响完全不一样。欧美、日本对环保、安全、高性能的出行工具需求旺盛，零排放的氢能产品刚好切合当地碳中和政策，无浮设计又符合海外消费者对个性、科技感的追求。如今，长期的技术沉淀与打磨，终于让这家小众科创企业迎来收获。在这次的中俄博览会上，聚智合众的无浮式氢能两轮车一亮相，就凭借成熟稳定的性能、独特的外观设计和环保优势，一举惊艳全场。13年的沉淀，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